对林婉儿的猜测，叶晨心里是认可的。他感叹道：四方宝状定然是想向我传递一些信息，但我担心的是，他向我传递信息，究竟是为了我好，还是为了他自己好？说罢，他又道：他传了我手印，可手印运转出的灵气不仅不能为我所用，甚至还将我的灵气尽数骗走。若是这宝状有私心，那潜伏在我体内，便是要在我身体里寄生。如果真是如此，以后还是个大麻烦。林婉儿微笑道：公子乃生龙阁的贵人，且吉人自有天相，奴家倒是觉得此时未必就充满凶险，说不定将来也会成为一个机遇。微微一顿，林婉儿继续说道：奴家知道公子的灵气得来不易，但奴家还是建议公子再试一试四方宝状内的所有手印，万一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呢？叶晨稍稍沉默片刻，开口道：试一试倒也不是不行，反正看他的架势，只是想要我的灵气，而不是要我的命。随后叶晨道：只是他需要灵气，戒指也需要灵气，我的培元丹所剩不多了，我打算近期想想办法，再凑些材料，用太真道的鼎炉炼一炉增强版的培元丹出来，到时候我就豁出去拿20颗丹药，把这2件事一步到位，全都解决掉。林婉儿点了点头，道：公子需要什么材料，可以告诉奴家，奴家也帮公子想想办法。叶晨道：最难搞的材料有2种，一种是万年以上的龙涎香，另一种便是1000年以上的上等雪参。林婉儿惊讶地问：年限要求这么久？龙涎香这种东西，奴家以前倒是常用来配香，不过好像也都是刚从抹香鲸体内分离出来不久的，最长估计也就几10年而已。万年的时间线太久，比人类文明的历史还要长。是啊，叶晨感叹道，人类文明史不过5000多年，10000年的龙涎香，只能是10000年前自然死亡的抹香鲸体内掉落，或者尸体腐烂后留下的。无论是留在海底还是岸边，这么多年时间，恐怕绝大部分都被腐蚀消磨干净了，就算有些侥幸留存下来，也不知被海边和海底的沙石埋了多少层。林婉儿问他：公子先前的万年龙涎香是如何得来的？叶晨道：当初我在金陵击杀了一个喜欢养蛊的恶人，万年龙涎香便是从他身上偶然得来的。林婉儿笑道：那还真是够偶然的，不过公子倒也不必担心，奴家可以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打听到。待叶晨与林婉儿回到金陵时，已经是正午时分。林婉儿出门多日，惦记着院子里的普茶之母，叶晨便先与她一同去了紫金山庄，同时也让洪武在紫金山庄等着自己，下午开车送自己回家，刚好也能跟家人把戏做全。来到紫金山庄，林婉儿便吩咐仆人老张，让他想办法为叶晨寻一些万年龙涎香。林婉儿这么多年来，深耕了不少自己的势力和人脉，虽说她的势力并不在武道和修炼上，但在社会的各行各业还是颇有积累。随后2人来到顶层别院，普茶之母已经变得更加茁壮，寒冬腊月，她的生机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此时的普茶之母，树叶已经茂密到一时半会很难数得清楚。不过对于普洱茶树来说，它现阶段的状态还是太小，成年的普洱茶树高达数米甚至10几20米，树叶要数以万计，而普茶之母本就是普洱茶的祖宗，它若是有充沛的时间发育成长，恐怕会比一般的普洱茶树大上许多。林婉儿精心检查了一番，对叶晨说道：公子快看，普茶之母的叶片就像是商场卖的假绿植，每一片叶子都完美的无可挑剔，连一点发黄卷边的情况都没有。叶晨也不由惊叹，冬天不惧严寒风雪，想来夏天也不惧炎热酷暑，一般的害虫怕是也影响不到它。我们当初还担心普茶之母离开滇池的环境长不好，现在看来是多虑了。林婉儿点点头，对叶晨说道：待到明年春天，必然更加枝繁叶茂。叶晨笑道：
那到时候可以采些茶叶做成茶砖，不仅味道好，还能补充些许灵气，绝对是茶中极品了。林婉儿想起什么，对叶晨说道：公子不妨研究一下，普茶之母的叶片对炼制丹药是否有帮助？这种原本就含灵气的植物，怕是仅此一家。要是能提升丹药的效果，也算是物尽其用，比单纯冲泡饮用要合适得多。叶晨道：我现在用的丹方都是九玄天经里记载的，不确定丹方加了普茶之母的茶叶会不会影响原本的药效。不过我下次炼丹的时候，可以先用回春丹试试看。回春丹的材料成本相对低廉，若是能提高药效，将来炼其他丹药的时候也可以试一试。林婉儿道：以奴家对中药药方的理解，药方大体分两种，一种是每一种药材必须完全按照药方来，而且每一味药材的量也要适当，才能发挥出药方的功效。还有一种药方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，若是在这基础药方上增加画龙点睛的药材，有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普茶之母是度过天劫的神树，它的叶子一定也是一味可遇不可求的天才地宝。叶晨点头道：林小姐说得对，很多药方并非一成不变，而是要不断升级，有机会我好好试上一试。就在这时，叶晨的手机忽然接到李亚林打来的电话，叶晨按下接听键，开口问道：李探长，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？李亚林忙道：叶先生， AI 今早在贝宁的波多诺夫国际机场发现3个疑似3大长老的嫌疑目标，这3人乘坐最早的航班从贝宁飞去了南非。叶晨问他：有照片吗？发给我看看。有。李亚林立刻通过微信将一张高清照片发给了叶晨。画面中3个看起来60、70岁的亚裔男子一齐出现在机场的登机口，这3人一个个都面无表情，表情冷酷，而且容貌还有几分相似。除此之外，还能看得出这3人没什么随身行李，每个人都是空着手，而登机口则显示这是一架飞往南非首都开普敦的航班，而此时的登机口已经有不少人正在排队登机。叶晨问李亚林：李探长， AI 判定他们3人有嫌疑的具体细节是什么？李亚林道： AI 给出的分析结果是贝宁与尼日利亚接壤，而且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与贝宁波多诺夫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，那3位长老选择从这里离开的概率很大。另外就是这3人也符合亚裔的前置条件，更重要的是 AI 认为这3人的容貌特征相似度高，很可能存在血缘关系以及遗传上的相似。叶晨看着画面中的3人，也能感觉到这3人与周围其他的乘客完全不同，而且这3人的眉宇间确实有些神似。于是叶晨便对李亚林说道：我也感觉这3人有点不对劲，如果他们真的就是3大长老，那他们飞到开普敦肯定还会转机去南美。李探长盯紧他们的动向，如果他们下一站真的是南美洲，那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们就是3大长老。